其实有些内容我不想讲，因为真正有用的话都是背道而驰，都是反人性的。市场不管怎么变，有一个原则永远不会变，那就是90%的人亏损，8%的人获利，2%的人暴富。这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。我花了6年时间，亏掉了20多万，最后才明白，交易不是比谁更聪明，而是谁犯的错更少。如果你还在寻找稳赚不赔的交易策略，今天的影片对你可能会很重要。如果你想走上真正的稳定获利之路，而不是赚2天亏1天，或是好不容易赚了很久1天亏损，如果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做不到，请一定要耐心看完这部影片，提升你的认知，从而使你的交易水准越来越高，最后做到稳定获利。我是2012年进入市场的，做过短线、趋势、价值投资，也经历过原油跌到负值，黄金飙涨，看住美股的大牛一点一点涨上来。别人踩过的坑，我踩过；别人没踩过的，我也踩过。为了研究交易技术，我每天学习；为了搞懂指标逻辑，我研究程式码，去研究各指标的逻辑和检验。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赚钱的，相反，我在前几年亏得很惨。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复盘，才总结出最关键的2点，和5个新人最容易中招的致命错误。接下来，我先分享2点，你可以对照自己的交易，来验证我所讲的内容，找到自己的问题。第1点，交易的本质是人争我与，人弃我减，才是真正的赚大钱，往往是大机会。当然，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技术指标，包括我自己写的在震荡等行情来做短线赚钱，但是回想自己的获利，赚的最多的时候都是大行情的时候。就像2020年4月20日，WTI 原油期货合约跌到了负值，收盘价为负 37.63 美元每桶。当时受到疫情影响，经济衰退，原油需求大幅下降，原油供应过剩，库存饱和，连货轮都满载原油，没地方卸货。此时原油成了麻烦，当大家都不要的时候，就是该出手的时候。别说负值，在10美元以下都是极佳的机会。果然，后来在1个月后的2020年5月底，原油就涨到了35美元，在21年到达75美元，22年更是冲上了120。这一波行情把握住，就可以快速完成本金的原始累积。这就是人弃我减，别人都不要的时候，我们捡起来。为什么要用捡字呢？就是像垃圾一样，大家都觉得没用丢了，但此时的原油就像未来的黄金，我们捡起来，耐心等待它变成黄金。人争我与就更了解。一条街上开了几家奶茶店，生意都很好，你是他隔壁的店铺，该怎么选择？1. 也开一家奶茶店， 2. 高价转租给别人开奶茶店。相信你已经想到了答案，那就是高价转租给别人开奶茶店。人争我与，此时店铺能高价转租，而且等最后大家恶性竞争，奶茶店都开不下去，又可以低价收回。这就是人性，无法改变，所以记住这个口诀。当遇到大行情的时候，可以帮你赚大钱，而不是跟住别人恐慌或贪婪。接下来的第2点，更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那就是在做交易方面，千万不要努力。回想一下，在交易的过程中，你是不是越想赚钱，反而越容易亏损？曾经很长的一段时候，我都陷在这个问题里。市场很多时候没有明确的行情，在那里反复震荡，或者可上可下，这段时间确实大多数人亏钱的时候。我曾经就忍不住，在这段时间里频繁交易，反复去做，想着一天赚个几千也好，最后不但没赚钱，反而把前面做趋势、做大行情赚的钱亏回去了。这是我最痛苦的经历。要知道，资金的原始累积是很难的，每一笔都是很宝贵的，所以一旦你有努力的想法，就要注意了，很可能要开始亏损了。要知道，反者道之动，要顺其自然，顺应市场本身的规律，而不是想要透过自己改变这个规律。虽然我们是因为对住金钱的欲望进入市场，但是想要赚钱，首先得放下贪欲。事物发展有自身的规律，市场运作也是如此，我们要遵循它的规律，耐心等待机会，一切发展到极致，自会反转。
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跟随就好了。就像春天播种，秋天收割，如果我们不按照规律，秋天去播种，那么不用等春天，冬天都撑不过去。所以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希望你可以停下来，听听我讲的内容，去思考，跳出来观察自己曾经做的交易或正在做的交易，而不是不思考，一直盲目的去做。跳出来，相信你才能更好的审视自己的交易。上面的2点已经树立了正确的市场认知，接下来的5点我不会展开讲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因为这5个错误你每犯一次，本金都会受损，最好是写下来贴在电脑旁边，或者放在手机里，每天交易前看一遍，提醒自己。这些也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，一定要避开。教训1：总想找到稳赚不赔的策略。刚开始交易，我每天换策略 ，MACD 不灵换 RSI 不灵换不灵带，还上论坛找高胜率系统，最后发现不是策略不行，是我根本没给他时间验证。交易里最怕的不是失败，是你从来没坚持过一个方向。后来我选定一个系统，配合风控，研究透彻后撑3个月，效果才开始稳定。所以别追求圣杯，胜率70%的系统已经是神仙等级。教训2：操作靠感觉，不写计划。过去我一看到价格涨上去就跟单，跌下去就慌了割肉，完全是情绪交易。买入前没有计划，停盈停损也没设定，亏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赚钱也没逻辑。后来我写下每一笔交易的入场逻辑、停损点、目标点，才发现原来我很多单压根不该进。所以每天要制定交易计划，它是你对抗市场混乱的唯一秩序。教训3：停损形同虚设。曾经我设了停损，但从来不愿意执行，总觉得快回来了再看看，结果一单黄金亏了我整整4个月的利润，心态彻底崩了。现在我一旦进场就设好停损，打中就停损离场，错了就认，下一单再来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停损不是用来看出心疼的，是用来执行的，不然就不是心疼那么简单了。教训4：亏了就加仓，幻想摊平。有一次我做趋势单，价格一反向就加仓，越跌越买，摊平成本，结果方向没变，我的亏损越来越大，最后被爆仓。后来我才想明白，加仓是进攻武器，不是救命稻草。趋势错了，加再多都是送死。无数人幻想着能抗，最后都倒在黎明前。所以如果方向错误，加仓只是错上加错。教训5：从不复盘，只看盈亏。以前我交易完就关电脑，赚了截图发朋友圈，亏了就删软体，永远不分析自己为什么赚，为什么亏损。同样的错一直在犯。现在我每周复盘，统计胜率、盈亏比、最大回档。慢慢的，我从一个靠运气的交易者变成了靠系统的交易者。所以想成长就必须复盘，必须学习，交易要复利，成长也要复利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在交易市场，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不是某一个技术指标，而是你如何面对风险。就算你胜率只有30%，只要亏小赚大，损益比拉高，你依然能获利。但只要你没有纪律，爆仓只需要1次。所以稳定获利不是赚很多，而是亏少，这是一切的根本。如果你也在交易路上跌过跤，踩过坑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。点赞、订个月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会持续分享我这些年血亏换来的交易经验，希望能帮你少走点弯路。也欢迎使用我自己写的 TradingView 独家指标，或是融入你的系统，建构属于自己的成熟体系。感谢。